MACD 透过计算两条不同周期的指数移动平均线之间的关系，来判断股价的趋势强度、方向、动量和潜在的反转点。你可以把它想成市场的心电图，看现在是强、虚、转折、快要反转。MACD 指标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 ：DIF 线、快线。公式是12日 EMA 减26日 EMA， 这是 MACD 的核心，它反映了短期12日和中期26日趋势的差异。当短期均线高于长期均线时 ，DIF 为正值，表示短期动能向上，用来看现在趋势动能强不强。MACD 线慢线，这是 DIF 线的9日平均线，它比 DRF 线更稳定，反应更慢，用来看市场有没有要转弯。OSC 柱状体红绿柱，公式是 DIF 减 MACD2， 它以柱状体的形式直观显示 DIF 与 MACD 之间的差值距离。柱状体在零轴之上为正值，红色之下为负值，绿色柱状体的长短代表趋势的力道变强还是变弱。零轴中央的水平线值为0，是多空分界线。解读 MACD 主要透过3种方式。MACD 最可靠的用法，你一定要懂。看趋势强弱不是抓最低，就是看趋势的持续比较准，不是抓最低点，而是确认趋势真的要走了，再上车也不迟。1. 交叉讯号金叉买进讯号 ，DIF 线由下向上穿越 MACD 线，市场由弱转强，就像往下沉的球开始往上弹，熊市力道开始减弱，牛市力量接手。如果发生在零轴以下，可能是跌势转缓，视为弱势金叉反弹讯号；如果发生在零轴以上，表示上涨趋势已确认和加强，视为强势金叉加仓讯号。死叉卖出讯号 ，DIF 线由上向下跌破 MACD 线，市场由强转弱，就像往上抛的球开始往下掉。牛市疲乏，卖压开始增强。如果发生在零轴以上，可能是涨势转弱，视为弱势死叉调整讯号；若发生在零轴以下，表示下跌趋势加速，视为强势死叉强烈卖出讯号。2. 柱状体讯号，很多高手不看交叉，只看柱状体变化，因为这是反转的最前兆。柱状体变长，表示当前趋势的动能正在增强；柱状体变短，表示当前趋势的动能正在减弱，趋势有机会反转，穿越零轴。当长条图由负转正上穿零轴，相当于发生了金叉；由正转负下穿零轴，相当于发生了死叉。3. 背离讯号，是转折最前面的警报灯，顶背离看跌，股价创出新高，但 MACD 的 DIF 线或柱状体的高点却比前一次低，这显示价格上涨力道不够了，涨不太动，是潜在的卖出警告。底背离看涨，股价创出新低，但 MACD 的 DIF 线或柱状体的低点却比前一次高，这显示价格跌不动了，卖压用力了但跌不下去。MACD 的优缺点，优点直观易懂，结合了趋势追踪和动量分析，应用广泛，适用于股票、外汇、期货、加密货币等多种市场，讯号多元，提供交叉、长条图、背离等多种分析向度。缺点每注意事项，作为基于均线的指标，它对价格的变动有滞后反应，不适合在震荡市中频繁使用，特别是当市场没有明确趋势盘整期时，交叉讯号可能存在假讯号。记住，不要只看一次讯号就买卖，也不在盘整时用 MACD， 超不准的。MACD 适合有趋势的时候，它绝对不能单独使用，必须结合其他技术指标如 RSI、KDJ、价格形态、成交量以及大趋势来综合判断。MACD 的口诀：一看水位，零轴上下定多空方向；二看交叉、金叉、死叉定买卖时机；三看柱缩，动能增加减定力度；四看背离出现要警惕，真假趋势看反转风险。故事1 ：MACD 奶茶店经营日记。假设您开了一家奶茶店，每天最关心2件事：今天的净利、当天收入、当天成本、最近一段时间的平均营运状况。现在请出我们的2位经理。小弟经理 DIF 快线，他是个急性子，每天下班就立刻算账，然后冲进来告诉你，老板，咱们今天净赚了500块。这个数字每天剧烈波动，晴天多，雨天少，假日爆棚。它其实就是12日平均净利、26日平均净利的化身。这个差值代表的是近期生意动能，若为正，表示近期在好转；为负，表示近期在变差。老易经理 MACD 慢线，他是个稳重的老财务，他不看单日数据，他每周拿一次小弟经理过去9天的每日汇报，算个平均值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，老板，按最近趋势看，
咱们日均净利大概稳定在300块左右，它就是小弟经理数据的9日平均，代表近期生意的惯性趋势。店铺中央有一条生死线，零轴线上代表日均净利为正，赚钱模式，线下代表日均净利为负，亏钱模式。生意讯号详解：一、交叉讯号，两位经理的业绩对决，金叉扩张进货讯号。某天，急性子小弟冲进来说，老板今天净赚800，同时稳重老一拿着报告说，近期日均净利是500，小弟的数据800，第一次超过了老一的评估500，这就叫金叉。如果发生在生死线以下，整体仍在亏钱，但当天巨好，可能是一次偶然的团购大单，要观察是否可持续。若是金叉，如果发生在生死线以上，本来就在赚钱，今天更好，说明生意加速上升，应该考虑加推新品，多备原料了。强势金叉，死叉收缩促销讯号。某天，小弟沮丧地说，老板今天只赚了200，老易则说，近期日均净利还有400呢。小弟的数据200，第一次跌破了老易的评估400，这就叫死叉。如果发生在生死线以上，还在赚钱，但变少了，可能天气转凉，奶茶销量自然下滑，需要做点促销了。若是死叉，如果发生在生死线以下，已经在亏损，今天更差，生意出现严重问题，必须紧急止损，减少损耗。强势死叉。二、长条图，生意的热度气压表。每天把小弟的资料、老易的资料画成柱子，红色柱子小弟老易，柱子越长，表示当天生意比近期平均好的越多，生意热度正在飙升。绿色柱子小弟老易，柱子越长，表示当天生意比近期平均差越多，生意寒气正在加剧。柱子缩短，无论红绿都代表差距在缩小。例如红柱子变短，不是说生意变差，而是说今天虽然还是比平均好，但好的没那么夸张了，扩张的动能在减弱。三、背离，生意的虚假繁荣与黎明前的黑暗。顶背离，虚假繁荣，生意流水股价创了新高，例如因为开业大促，但小弟经理算出的近期动能值却比上次高点时低了。真相，流水高是靠烧钱打折换来的，实际赚钱能力、净利动能在暗中下降，这提示你繁荣不可持续，要准备收手了。底背离，黎明前的黑暗，生意流水股价创了新低，例如进入淡季，但小弟经理算出的近期动能值却比上次低点时高了。真相，虽然总流水不好看，但透过降本增效，例如换了便宜的供应商，实际的亏损在收窄，赚钱能力在暗中修复，这提示你最坏的时候可能快过去了，可以准备迎接反弹了。总之 MACD 就是你的数位化生意仪表板，你要天天听小弟快线报最新数据，但更要参考老易慢线评估的近期趋势。当最新数据跑赢了近期趋势，金叉可能就是机会。当生意表面的流水和内在的赚钱势头背离时，就要警惕了。所以下次看 MACD 时，就想象自己是奶茶店老板，再看2位经理的业绩报告和财务分析。最后，就像经营奶茶店不能只看一天的报表，也不能单凭 MACD 就下重手，您还需要看看大趋势、市场大环境、价格图、店铺选址和门面、成交量，顾客真的在买单吗？